他开车连撞10人，其中5名路人当场死亡。他还无耻地辩解说，由于自己醉酒后意识模糊，因此不需要承担主观的责任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觉得自己酒后开车很正常，之所以撞死这么多人，是因为街上没有安装隔离护栏。然而最后的判决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今日讲述震惊全国的南京630别克案。张明宝1966年出生，是南京市江宁区人。在案发时，他的职位是施工队负责人，俗称包工头。当时正值房地产的风口期，只有初中文化的张明宝混得风生水起。直到事故发生前，他名下已有3辆车。然而调查发现，这些车辆加起来足足有80多条违法行为记录，其中超速就高达39起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张明宝的驾驶风格非常激进。时间来到2009年6月30日，这天晚上，张明宝在南京市金盛路的一家酒店吃饭应酬。据他说，他当时只是喝了1斤白酒和1瓶啤酒，而这点酒精并不会影响他开车回家。于是他充满自信地驾驶着别克车，开始了这段血腥之路。晚上8点15分，瓜棚里的几名摊贩正在聊天，突然一抹黑影冲了进来，霎时仿佛大地震颤，强大的冲击力撞倒了无数个西瓜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那抹黑影又迅速离开了瓜棚，只留下2名满身鲜血的瓜农倒在地上。这边张明宝在撞翻瓜棚后，并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，反而给足了油门加速，在道路上逆行。此时迎面驶来一辆自行车，正当自行车驾驶员疑惑对面的黑车为什么要逆行时，一股强大的冲击力袭来，他连人带车一起飞到了10米的高空，然后摔倒在地。天空中飘下来一辆自行车，那自行车上面人怎么从我车顶上飞过去的？我也不晓得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令人毛骨悚然。只见张明宝驾驶着别克车直直撞向正在街边散步的夫妻。当时这对夫妻中的女方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，为了宝宝能在腹中健康成长，夫妻2人每天晚上吃完饭都会出来散步。据当时的目击者称，男方被撞飞100米，掉入了另一辆面包车的后车厢内，女方被撞破了肚皮，7个月大的婴儿从腹中掉出，甚至还能隐隐约约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声。女的站在走着开花，藏着那个来，小孩一抬，小孩从那里掉下来了。他说我看小孩很漂亮，是个男孩，小头发狂蓝的，哎呀，很漂亮那个小孩。短短10几秒的时间里，这辆超速行驶的别克车已经撞死了4名无辜的路人，周围群众的表情从惊吓变成了惊恐，没人敢上前阻拦那辆疯狂肇事的别克车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车下亡魂。可惜还是有人撞到了枪口上。当别克车高速经过路口时，恰好有一对夫妻从超市门口出来，他们还没来得及思考今天的街上为何会如此吵闹，甚至还听到好像有人在大喊着快躲开。下一秒，这对夫妻就被黑影撞飞了。大街上，妻子正抱着丈夫的身体，不管她如何拼命的呼喊，都没能得到爱人的回应。刚刚2人还在讨论着去哪里吃宵夜，如今怎么就天人两隔了？你老公呢？那个死了啊，让我死。很显然，如果不使用强制手段将别克车拦下，他还会继续收割更多的生命。施师傅是一辆出租车司机，他当时恰好正在路边下课，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声巨响，紧接着一辆黑色轿车呼啸着从他身边经过。有多年经验的施师傅判断，这辆黑车可能是在肇事逃逸，于是他启动车辆，在经过短暂的追逐后，以一个美式截停成功拦下了疯狂的别克车。我的车当时就停在这个位置，他车子在这个位置。当交警赶到时，这条街上已经尸横遍野，而张明宝就坐在他的别克车上，一言不发，看不出喜怒。面对交警的质问，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复，但是能从他身上闻到强烈的酒气。为了尽快抢救伤员，警方并没有在张明宝身上浪费时间，而是先将他押回了警局。不久，伤亡数据统计出来了，本次车祸共造成5人死亡，4人受伤，其中还不包括那个未成型的婴儿。等张明宝酒醒后，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，双手开始颤抖，说话也非常紧张。经酒精检测，张明宝当时体内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标准的4倍。毫无疑问，他在本起事故中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。但是5条人命可并不只是简简单单赔钱就能解决，让法院判处张明宝死刑，这不仅是受害者家属的意愿，也是南京所有市民的想法。然而后续法院审理的过程却异常曲折。法庭上，公诉人认为张明宝在明知酒驾违法的情况下，还多次酒后驾车，明显有故意放纵事故发生的态度，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。这个罪名比交通肇事罪更加严重，最高可以判处死刑。
但是对方的辩护人却认为，张明宝当时是觉得自己酒量好，离家又近，是过于相信自己的酒量和车技，才导致事故的发生，应当属于过失犯罪。根据法律规定，过失犯罪最高量刑才7年。很显然，辩护人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减少张明宝的刑期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甚至将责任都归咎于事发路段没有安装红绿灯与隔离护栏，案发时案发地段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和交通隔离栏。张明宝也辩解称，自己经常酒后驾车回家，从来没有出过事，这次车祸纯属意外，况且当时他的意识已经模糊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可是常见的酒驾肇事一般都会在发生撞击后就停下来，然而张明宝每次撞完人都能回正方向盘，继续向前行驶。在短短的几分钟里，他撞到的不是1个2个，而是整整9名无辜的路人。如果不是被其他车辆强行截停，这个数字还可能会继续增加。这明显不属于意识模糊，撞死这么多人。张明宝不仅没有丝毫的悔过，他的辩词还一次次刷新了大家的三观。许多的这个人民意识觉得有一种冲动，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一有过喝过酒回家开车回家的这个。除此之外，辩护人还出示了部分受害者的谅解书。很显然，为了减刑，张明宝对活着的人付出了大量的经济赔偿。但是死去的受害者他要怎么补偿呢？眼见法院很可能不会判处张明宝死刑，现场的受害者家属情绪突然崩溃。这群老人都是死者们的父母，如今不仅要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凶手还得不到应有的制裁。听着对方无耻的辩词，他们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我死了就找压力，张明宝不死，我就一口气张明宝死。在短暂休庭后，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，张明宝犯危害公共安全罪名成立。但是考虑到他当时是醉酒状态，并没有积极追求杀人，事后也对受害者家属做出了赔偿，决定从轻，判处张明宝无期徒刑。众所周知，无期徒刑实际上可以在狱中争取减刑，甚至只需要服刑10几年就能出来。大家都表示不能接受这个结果，即使不判死刑，也起码要判死缓才合适。毕竟谁都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晚的噩梦。另外，有网友提出，那个可怜的婴儿也要算是一个人，这样张明宝的罪状上又将多1条人命，6条人命加起来，也许就能判他死刑。而孕妇家属也能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。但是专家认为，胎儿滑落时即使有生命迹象，也不能算作生命体，因为它还不具备离开母体自主存活的能力。至此，案件结束。这是号称最惊险的车祸现场。一辆到珠永高速路时，女孩的父亲毫无征兆地向右变道，打算压着实线进入右边的匝道口，突然后倒。不仅如此，大货车还将轿车一路推到了高架桥边缘才停下来。由于高架桥下面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如果小女孩掉下去，必死无疑。这也让交警瞬间慌了，连忙告诫女孩不要乱动。有非常良好的救援环境，因此消防员选择暂时放弃对女孩的救援，选择先救她的母亲。不料女孩非常勇敢，她不仅没有丝毫慌张害怕，还反过来安慰父母。那小女孩子就说了，她说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。”不久，他们能在如此猛烈的撞击中安然无恙地存活下来，这简直是一个奇迹。这是号称最炸裂的车祸现场，一个几10吨重的集装箱把一辆50宏光砸成铁包肉，被压扁的车里搭载着4名乘客，但集装箱离地面仅有50厘米的距离。如果你在车里，这样的情况你受得了吗？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调查发现集装箱司机竟然是故意砸面包车的。他一个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所以说他不敢去踩刹车，去踩刹车后果他的箱体会往上冲，直接把他驾驶推平。2014年5月10日，在沈海高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，一辆拉载着集装箱的半挂车发生了侧翻。当交警赶到现场时，瞬间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。只见集装箱的下面压着一辆面包车，而本来有170厘米的车身，硬生生被压缩到了50厘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都觉得车内的乘客已经没有抢救的价值了。然而他们都忽略了神车的质量。就在此时，集装箱下突然传来一丝微弱的敲击声。你在敲，你听到吗？那里面当时传出这个微弱的声音，虽然很小声，但是在高速路的喧闹声中显得异常刺耳，因为这是救援人员梦寐以求的声音。为了确定伤员的情况，有一名消防员不顾危险钻进了集装箱底下，仔细询问，这让周围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如果箱体再次发生倾斜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几分钟后，消防员钻出箱底，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：车内一共有4人，目前都还有微弱的生命迹象，但是有伤员正在大出血，必须要马上实施救援行动。可是要怎么救呢？这个集装箱至少30吨以上，
而消防队根本没有合适的吊车能将集装箱吊起来，这种吨位必须要使用码头那种重型吊车，可如果等那个吊车开过来，早就可以吃席了。时间就是生命。经过讨论，救援组做出一个折中的救援方案，利用现有的吊车只抬起集装箱的这一头，然后使用拖车将50车拖出来。这个方案非常冒险，一旦出现问题，底下的人很可能会被2次砸扁。不过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很快，在吊车的运作下，集装箱的一头缓缓升起，消防员立即示意拖车将50拉出来。突然，绳子断了，不过断的只是拖车的拉绳，并不是吊车的吊绳。即便如此，也让在场的众人冒了一身冷汗。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有半个多小时，黄金救援时间即将过去。心急如焚的消防员决定不再等面包车脱离集装箱，而是就目前的情况对车体进行破拆，以最快的速度救出伤员。庆幸的是，副驾驶上并没有多余的残骸卡住，上面坐着一位女士，把车门打开后顺利的将她救了出来。紧接着，消防员又打算顺着这个出口将后排的男子救出。然而拉到一半发现男子的脚被卡住了，反复拉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无奈只能暂时放弃，选择使用工具将整个车顶全部拆除。经过反复清理后，终于将后排的2名乘客救出。然而最后一名伤员的情况却非常棘手，他的腰部不仅被方向盘卡住，下半身还压着整个发动机。由于空间有限，消防员根本不敢动用大型机器，也担心头上的集装箱随时会掉下来，只能使用小型工具慢慢的拆除压在男子身上的残骸。又过去了半个小时，男子终于被成功救出。等候多时的救护车立即将伤员送往医院救治。遗憾的是，50车的车主下半身因为受伤过重，医生只能将他高位截瘫，而他此时也只有脖子以上能正常活动。据悉，50车主叫杨某，事故当天正打算约上朋友一起去钓鱼，因为杨某自己就是经营渔具店的，在朋友的捧场下，生意即将步入正轨。不曾想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不仅导致渔具店暂停营业，前期开店借的贷款也无法偿还。杨某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都指望着他这个顶梁柱，而他日后却连生活都不能自理。那这场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？经查，面包车与半挂车司机都没有酒驾，也不属于疲劳驾驶。从监控上看，好像是面包车突然改变方向，才与半挂车发生了碰撞。调查得知，原来是面包车驾驶员不熟悉路况，本来计划要从匝道口下高速，但他没有提前变道，而是在即将错过出口时突然改变方向，压着实线往右变道，最后与正常行驶的半挂车发生碰撞。不过经验丰富的民警察觉到，半挂车司机在发生碰撞后也存在不规范的操作，这也是导致车上的集装箱发生侧翻并压扁50车的原因。在交警的反复询问下，半挂车司机汪某也承认，他当时确实是先打方向盘后再踩刹车的，因为他别无选择。原来汪某装货时为了偷懒，并没有按照要求扣好固定集装箱的卡扣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他不打方向盘，而是直接急刹，那没有固定的集装箱在惯性的影响下会毫无悬念的将驾驶室推平，所以他选择让集装箱侧翻，将50车压扁。他为什么先打了方向而后面才制动？他一个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他知道自己没有上卡扣，所以说他不敢去踩刹车。急踩刹车后果，他的箱体会往上冲，直接把他驾驶推平。最终，交警根据事实作出认定，2辆车的驾驶员承担同等责任。